直活着不变坏，当前的一些情怀，爱的蓝色转身来。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新疆和田产玉圣地，在之前分享过的视频中，我们一起逛过当地的玉石市场。西汉时候，这里曾是西域古国于田。这一片有特色的建筑群叫团城，是和田市打造的历史风貌街区。来到和田的游客，一是因为和田距离叶城很近，那里是新藏线的起始点，好多从西藏方向进入新疆的游客会选择来到和田。另外，从青海方向进入新疆，经过长途奔波，和田是第一个大城市落脚点。其二是和田地处新疆最南端，从这里可以走沙漠公路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。当然，还有很多人是为了玉石而来。往来不断的游客们让和田的夜市人气极高。和田老夜市坐落在城市中不起眼的路边，不过进去这道门，里面却是美食的花花世界，每晚还会有新疆歌舞表演。和田老夜市很长，两侧密密麻麻的全是小吃摊位，而且时间越晚越热闹。每家摊位上都明码标价，本地人来得多，游客更多。小吃的价位上，相较于比如乡村大巴扎会稍微高一点。如果要评出最受欢迎的南疆夜市甜品小吃，酸奶粽子一定当选。红红绿绿的各种果酱都是为粽子做准备的。在南疆不需要等到端午节，只要有夜市，就一定会有酸奶粽子。粽子放凉之后剥开，在盘中压扁，先覆盖一层质地浓稠的南疆手工酸奶，与粽子融合出绵密的口感。之后再淋上糖浆，中和酸奶的酸。最后是覆盖一层果酱。和田老夜市游客多人气旺，搭配酸奶粽子的果酱种类繁多颜色花，很是吸引人。在南疆本地街头或者巴扎上的酸奶粽子就不会有如此丰富的果酱了，当然价位上也会便宜一些。
大口吃肉这件事在南疆是必选项，因为这里就没有小一点的肉串，超大烤肉比比皆是，就连最小的肉串体量也比内地要大上不少。这里的烤肉还会蘸上洋葱盐水，这种烧烤方式在南疆其他地方比较少见，不知道是不是和田当地的独门手法。吃烤肉一般还会再配上一个烤馕，为烤馕润色添味的方式是裹上一把肉串儿。高温烧烤过程中化开的油脂会浸润馕的表面，这样烤出来的馕脆中带着油脂肉香。除了肉串儿，这里的烤羊肝也很好吃，也是南疆烧烤中常见的种类。在有的巴扎上，价钱甚至比烤肉还要更便宜。这边在烤的是鸽子，一提到鸽子，通常会想到粤式菜式烤乳鸽。其实食鸽子在南疆也很普遍。南疆的一些老城街头，时不时空中就会掠过一群鸽子，大小餐馆中也都会有烧烤鸽子、馕坑烤鸽子、鸽子汤等等。这样一只诱人的烤鸽子是30元。肚包肉15元一个，在各地的夜市上都很常见。用剪刀剪开羊肚之后，里面包裹的就是碎羊肉，羊肉非常软烂鲜嫩。吃肚包肉在各地淋入的调料都有所不同，不过都会加入蒜末。大蒜虽然辛辣，但是很能为肚包肉提味。如果想念内地味道或者换换口味，这里也有不少川味可以选择。夜市上以及不少的餐馆还有酒店都是四川人在经营。其实放眼整个新疆的外省人口，四川人绝对能排得上前3。四川地理环境复杂，天府之国是它的一面，蜀道难造成的封闭贫瘠是另一面。从最初的兵团开荒到后来外出务工，有不少四川人就此扎根新疆。之前有和一位保安大哥聊天，他说自己在和田生活了20多年，如今再回四川老家过年，已经不适应那里过于湿润的气候了。椒麻鸡名副其实，口味麻中带鲜。鸡肉腌制后煮熟捞出晾凉，一定要用手撕开，才能吃出有层次的口感。淋上椒麻汁凉拌，麻味充满口腔，料汁麻中带鲜，青红椒丝和洋葱清脆与鸡肉相互混搭。椒麻鸡的名字听上去似乎不那么新疆，但它的确是一道发源于新疆的清真美食。呼图壁县位于乌鲁木齐西侧的昌吉回族自治州。上世纪90年代，呼图壁人沙俊明推出了老沙椒麻鸡的品牌，名声大振，走向全国。
田夜市中有不少烧烤摊位专卖烤羊肠，烤羊肠每串的价格有2元，有3元。这些看着有点像平菇的串串就是羊肠子。2元的烤羊肠小一些也更细，看着有一点像豇豆，吃着更干一些，有嚼劲。3元的烤羊肠是选取羊肠子上粗的部分，里面的油脂相对更多，吃起来口感软，油滋滋的。粗的羊肠里面还会灌入一些玉米面糊，经过高温烤制，油脂与面糊相融合，吃起来又香又饱满。肉囊看上去有点像披萨，脆脆的表面里面掺杂着羊肉粒。制作馕的时候，面粉中混入切碎的羊肉丁，加上盐、孜然粉、胡椒粉、洋葱末等佐料烤制，出来的就是肉馕。烤制这种大肉串还有烤鸽子需要慢火烤，比较耗时。师傅们常常会提前烤到半熟备用。夜市火爆，客流量大，现点现烤会供不应求的。出产自和田地区皮山县的石榴很有名，那里地处塔里木盆地边缘，光照充足，干旱少雨，但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保证了灌溉水源，这样的环境有利于石榴中糖分的积累。南疆的石榴汁喝一口就能品出浓郁的石榴芬芳，口味酸甜，完全的纯天然。不过因为是带皮压榨，所以石榴果汁中会有一丝的苦涩口感。
也是四川的城市。来到新疆的四川人，有的务工，有的做生意。从乌鲁木齐这样的大城市到帕米尔高原上的边境县城塔县，都能看到四川餐馆。所以，如果不喜欢牛羊肉口味的小伙伴们来到新疆也不用担心，这里有好多内地口味可以选择。凉皮、凉面还有牛筋面很常见的小吃，当然在各地都有味道和口感上的差别。这些是凉拌调料，其中有一种炸香蒜比较有特色，加入到凉皮中，吃的时候经过炸制的蒜香很是提味。新疆遍地羊群，烤肉是又大又便宜。相比之下，鱼的价位会高上不少。比如这家的烤鱼，狗鱼每条是58元起。正在烤制的鱼，我没有看出是不是狗鱼，不过单就狗鱼来说，市场价格确实不便宜。它生活在北疆阿勒泰的额尔齐斯河，是冷水鱼，周身有斑纹，又叫做白斑狗鱼。据说狗鱼是淡水鱼中生性最粗暴的肉食鱼，它的得名也正是因为性情暴躁，捕食方式如同猎犬一样凶猛。除了袭击别的鱼外，还会袭击青蛙、鼠或野鸭等。在和田夜市上有一些独特的小吃摊，专门卖烤蛋，数量之多，在其他地方的夜市不多见。烤蛋听着好像没什么特色，其实它还有个特别霸气的名字——三蛋一星。三蛋一星的制作很是天马行空，先将3种不同蛋的蛋黄混合在一起，一般是鸽子蛋、野鸡蛋和土鸡蛋，之后将蛋液倒到鹅蛋壳中。鹅蛋要去除蛋清，保留鹅蛋黄。这种在鹅蛋中再次混合蛋黄的状态被称为一星。最后一步是调味，要加入包括蜂蜜、藏红花、玛卡在内的一系列神秘配料。这一整个过程不禁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童话中描述的巫师。
混合好的蛋液立在炭灰堆里烘烤，渐渐的蛋黄开始冒泡，需要时不时的搅拌，防止烤糊。5分钟左右，烘烤到半熟就可以了。至于3蛋1星的味道，该怎么形容呢？首先很甜，口感是蛋黄的细腻，但吃着又不怎么像鸡蛋，有点像烤红薯。另外还有5蛋1星，其实大多数人也都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来尝一尝的。再来说说烤蛋的价格，鹅蛋和鸽子蛋都是10元一个，土鸡蛋5元一个，普通的鸡蛋是2块5一个，最贵的是鸵鸟蛋，要280元。至于3蛋1星，分为35元和50元2种，算是一次不便宜的猎奇哦。黄面是很常见的新疆特色凉面，在其他新疆美食中也和大家分享过。不过黄面的口感很软，如果喜欢面条口感劲道，或许它并不讨喜。还有就是调拌黄面，最重要的是蛋花汤。这家的料汁看着有点像鸡蛋汤，吃起来其实也有一点打卤面的感觉。正宗黄面在火焰山美食那一集有分享过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考古一下哦。这里的凉拌调料中也有炸香蒜，这是很好吃的。这里又是一家烤全羊的摊位。新疆的烤全羊很有地域特色，外皮亮黄，颜色吸引人，与其他地方的烤全羊很不一样。诱人的颜色来自于涂抹的一层加入了姜黄和鸡蛋的面糊，面糊中还融合了其他调味料。新疆烤全羊烤制的地方类似馕坑，经过1个多小时，烤好的羊娃子还保持着外形，皮香肉嫩，颜色诱人。在新疆看到烤兔还是有些意外的，固有印象中总觉得见到烤兔就到了成都。不过在新疆生活着如此多的四川人，作为吃兔大省，将烤兔带到新疆也就不新奇了。兔肉本身其实土腥味比较重，四川口味重麻重辣，刚好与烹饪兔肉结合得很好。烤兔的味道还是很好吃的，在成都几家有名的手撕兔店都是大排长队。
来，有热的，刚烤好就来买。馕就是新疆的主食，如同内地的馒头、烧饼一样。新疆的馕种类太多了，这家摊位上卖的就不少，有核桃馕、玫瑰馕、韭菜馕、油馕等等。在新疆可以说遍地馕店，各家的烤馕在味道上其实是有差异的，这就好比有的家做的烧饼好吃，有的则味道普通。新疆的馕产业很大，市面上也会有机器生产的馕。如果去到新疆，还是推荐小伙伴们尝一尝刚刚做出来的手工馕。馕最香的口感还是在刚烤出来的时候，外层脆，里面又软又韧。馕的含水分很少，可以保存的时间很久。如果变得太干，当地人会掰成小块就着茶水吃。整个和田老夜市中，烤鸽子的摊位非常多，烤羊肠子也是一样。之前有说过，老夜市里的价位会稍高一点，比如烤羊肠，在当地的路边摊上会便宜1块钱。整个和田地区都很喜欢吃烤羊肠，当地的街边小摊和巴扎上，烤羊肠的摊位总是围满人，每天可以卖出至少200-300串。不过出了和田地区，烤羊肠就没这么流行了。如果来到南疆的和田，喜欢烤羊肠的小伙伴们要多吃上几串，不要留下遗憾哦。麻糖是一种源于明代的古老小吃，主要原料一般会有糯米、果仁、芝麻，还有麦芽糖。在中国好多地方都有麻糖，也都各具当地的特色。新疆的麻糖，其中果仁很多，有的麻糖还会加入水果干，看上去有点融合了新疆切糕的制作工艺。黄色的大块是面肺子，有面肺子就一定有米肠子。在之前分享过的新疆美食中，几乎每一次都有它们。吃法都是切块凉拌，米肠子中灌入的是米，面肺子的做法是将羊肺中灌入面浆。
这个看着有点像花卷的面食叫油塔子，顾名思义，外形塔状。其实它最初是由西北回族发明的，后来传入新疆。制作的时候会加入羊油或者清油。西瓜鸽子汤，这是新疆菜混搭的代表。炭灰烘烤着西瓜，西瓜中又焖烤着鸽子。据说西瓜的甜味融合进鸽子肉，又香又嫩，鸽子汤清爽好喝。在哈尔滨很流行的格瓦斯是一种酒精含量在1%的发酵饮料。新疆这里的卡瓦斯与它类似，因音译的差异，这种饮料有着不同的名字，卡瓦斯、格瓦斯、克瓦斯等等都是它。它其实是一种盛行于俄罗斯、乌克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含低度酒精的饮料，用大列巴面包干发酵酿制而成，颜色近似啤酒。新疆的卡瓦斯中加入了蜂蜜。味道上，我个人觉得和啤酒是一样的，或许喜欢它的人会觉得清爽好喝。发源于呼图壁县的椒麻鸡，在2008年，老沙椒麻鸡制作技艺被呼图壁县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。其实这道清真美食椒麻鸡在天山北路更为流行，像是在乌鲁木齐、伊犁等地，大街小巷都能看到。相较之下，南疆其实不那么普遍，这也与回族人口的分布情况有关。在南疆生活的人们还是以维吾尔族居多。如果吃腻了烤肉，和田夜市里还有各类海鲜河鲜，生蚝、甲鱼、龙虾，种类上不输内地。和田夜市的规模在整个南疆都算是比较大的，美食小吃种类也颇多。那些耳熟能详的新疆美食名字，在这里都能找得到，可以称得上是新疆美食大全了。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路上偶遇的趣事。好啦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你们都学什么课呀？我4年级第一个故事闪手。学语文、数学。对，我喜欢语文。哦。我喜欢数学。英语。哇，还学英语啊？体育。还有体育。你上几年级学英语？我还有自习。4年级就学英语课了。对啊。哦。我妹妹2年级学英语课。你好的英语怎么说呀 ？Hello。那你我只会一句英语。你会什么呀？全部都是米的。这个是英语吗？我知道我们中国的国旗是什么 ？China。China 对，是。
还有猴子 Mikey。啊，猴子 Mikey。还有像学校 school。banana 香蕉。真好呀。school 学校跟他是。啊，对对。特别 textbook 的 storybook 故事书 storybook。哈哈哈，你会背好多呀。storybook 故事书。